空气能的水泵一个夏天烧了2次，你猜是什么原因？它每一次坏水泵都是一场大雨过后，那也就是说和下雨有关系。用万用表测量电机是漏电的，这2根线连着电机。电机进水了吗？从哪进的水呢？您看是不是从这个地方进的水？这个管啊，朝天，一下雨就往里灌水。它这个管还不如不加，里面全是水。管的那一头它插进了电机，那就打开这个电机看一下。厂家也很疑惑，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呀，一下大雨就烧一次，下大雨就烧一次。很明显里面是有水的。电机进水应该跳漏电保护器呀，它为什么没跳啊？看一下它这个，原来是漏电保护器，这跳直接换了个空开。来听一下现场的原声，是这么说的：换电机就好啊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又烧了。对，一周，下了一场雨，我也就下了一场雨，跳闸了是吧？没跳闸，没跳闸呢？没跳闸，那闸都没跳。没有。这个就是它个套管，套这个管还不如不套。套这个管它水满满的，都灌进去了。这管还不如不要。它这个线是个防水线，它这管啊还没做防水，水全进去了。开始是怀疑里面的控制器呀、电路板呀等等有问题，不是，它就单单烧电机就是进水了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干着活听到砰的一声，然后全场的设备都开不了了，也没听清是哪里响的。打电话给我让我过来救个急，因为现在全车间的设备都运行不了，而且着急生产，看一下是哪里的原因。先看一下电闸，然后上万用表测电压，测输入电压400伏很正常。3项电子键两400伏，3项电压都没有问题，380。看一下220，没有，测220就没有，零线没了，跟我预料的一样，这是零线断了，所以零火线都带电。再看一下断零线之后，这个零线与火线的电压，与这一项你看一下，零火电压400伏。与另一项第2项看一下，没有。第3项火线与零线400伏，所以说3项4线指这个零线不能断，断了以后本来220的电就变成了400伏，就会烧坏电器。往上一级总闸找，在这有一个测这个总闸上面的零火电压，测电闸的进线电压，这一项与零线没有电压，所以它这个进线零线就不好，拉掉总闸再测。拉掉电闸之后，它的电压有220，所以还是零线不好，还得再往上一级来找。现在很多小工厂的布线不是特别的规范，这里是总闸，测一下这一路的主零线与进线电压是正常的，它厂里一部分电脑还正常使用，而缺零线那个线就是电表下边这个黑色的线。可以打开这个电表看一下，从电表这个位置测量零火线之间的电压220伏，测220的电就是测每一项火线与零线之间都应该是220，这样测的都是220。从这里看这个零线接的没问题。那线的这一头你看啊，它这个零线是个黄线，而电表这一头它这个零线用了个黄绿双色线作为零线，所以这个线在中间有接头，线走的管里有接头，所以不知道这个接头在哪，没办法，因为着急生产，所以先临时给它接了一个零线。先看看设备能不能开起来，这一头压在零线上，这样这个电压就正常了，没问题了。
现在是可以送电，就是送上电看一看吧。我怀疑它是烧东西了。不出意料，第一台设备开启动键，启动旋钮打开以后，设备没有任何反应。这个设备送上电以后，电压都正常，380、220都正常。可以拉掉这个总闸看一下，这个交流接触器烧了，现在往下按都按不动，线圈直接烧了。看其他这些都能按动。烧坏的这个接触器，它的线圈电压是220伏的，所以就它烧了。所以这个设备换上一个新的交流接触器以后，开机正常运行。这个设备烧了个主交流接触器。第二台设备真空泵不启动，是因为 PLC 没有输出信号。没有输出信号的原因是因为 PLC 的输入信号异常，导致没有输出。没有输出，下面的继电器就吸合不了。继电器吸合不了，这个交流接触器也就吸合不了，它的真空泵也不运行。所以说这个接触器没问题，线圈没有电，所以它不吸合。就是按那边的启动键有输入信号，但是没有输出，是因为还有条件没有满足它，还有信号没有过来。真空泵不启动，是因为它这个压力开关没有电，没有告诉 PLC 我可以启动。不出所料，它也完了。正常应该是通电有显示的，这里有它的输入电源，还有输出信号，就是高线位、低线位。它没有输出信号给 PLC， 所以它这个真空泵就启动不了。它不显示，测一下它的输入电压。我扒破了一点皮，输入电压正常220，这不用说，刚才进入了400伏，直接把它给烧了。这个得换个表，这是里面烧了。您看看3线4线这个零线断了多可怕，烧东西。其他设备还行，其他设备没问题。砰的一声，可能就是压力表的声音，那个压力表烧了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每天都闪，没有一天不闪的。没有一天不闪的。对。晚上就会这样闪，就开灯它也会这样闪。就是开灯，这就是刚才就是开着灯呢。这不开着灯吗？对，它然后它有时候还不亮。还不亮。对，闪也不亮，然后就开个灯还不亮。你看这个就会这样闪，就是这样闪。等到晚上所有房间都是这样的。这种情况是电压不稳吗？开始怀疑是灯的问题，发现所有的灯都这样。去测一下电压。你看啊，它厨房燃气热水器显示正常，它不闪。测量墙上的插座电压，电压很稳。那是灯电路单独的问题吗？这个得打开配电箱看一下。房主说这个故障很长时间了，也找过师傅来查过，没找到原因。那就看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查。灯的电闸，上万用表，先测量灯闸下面的零火线电压是不是220伏，电压很正常，也很稳，表针没有波动。但是这个时候开灯，灯也会闪一下，或者是直接就不亮。这几个屋的灯都是一样，所以说和开关没有关系。开关他们都检查过了，没问题。那先看一下电闸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。螺丝刀一碰，这个地方呲呲打火，然后灯就会闪。这是接触不良吗？压紧螺丝。当然，如果这个线头虚接，接触不良也会出现灯闪的现象。我现在测量这两根铜线，电压正常，线压的没问题。但是现在这个灯它还是不亮，灯是开着的状态。我现在拉闸送电，再拉闸再送电，这个灯会闪。诶，怎么又不闪了呢？
它干脆就不亮了。所以我大概知道了什么原因，和电闸没有关系。碰一下运气吧，就是拆掉厅里边这个小灯，看上面有没有主电路。这次出来没带小梯的，拆工具箱，拿掉灯罩，测量火线带电，零线带电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灯不亮是因为零线虚接，就是没有零线。而在电闸这一头，零线不带电，火线带电，正常。所以在这一块是没问题的。问题出现在哪呢？拉掉电闸，现在灯上是不带电的。拆下灯的固定螺丝，把灯取下来，有主电路，有电线接头，这就好。这里如果是从配电箱过来的第一个接线盒就好了，看这个样应该是。如果这里有问题，其他房间的线路也会不好。这里就像一个交通枢纽，四通八达，去各个屋的线都经过这里。假如这一根是从配电箱过来的主零线，那么什么原因会造成零线虚接呢？看这个线的方向应该是从配电箱上来的，过来的。但是我拽一下还拽不动，造成零线虚接接触不良的地方，这个接头的嫌疑很大。你说这个零线在墙里边断的可能性不大。我现在把电送上，你看现在这个灯是亮的状态，现在很正常，开灯关灯都很正常，也不闪。用电笔测零线也不带电，火线带电，现在什么也正常。我拽一下线就拽好了，打开它这个零线接头，看能不能发现问题。接头挂的焊锡，是不是所有的接头挂焊锡接触就能好呢？这个不一定哦。打开这个接头看一下吧。在掐这个接头之前，我先把这个零线给掐断。我看一下这个零线是不是从配电箱过来的主零线。掐断这个零线以后，我送上电。刚才其他屋灯都亮的，现在都不亮了，灯都是开着的状态，灯不亮。现在测我掐断这个零线和火线之间有220伏的电压，这就是说我掐断这根是主零线，从配电箱过来的，这就好办了。所以我现在就认定这个接头没接好，虚接。我把这个接头掐下来看一下，这些接头虽然是看着挂着焊锡，但是线都是虚接的状态。你看它这个线绕的挺好，对吧？很正规，绕这么多圈，挂焊锡也只是挂了个表面，这个焊锡没起作用。这个线绕这么多圈，必须绕紧喽才不虚接，不然的话就是看着线接的挺漂亮，但是线与线之间没有压实喽，处于虚接的状态。我给你测一下这个导线与焊锡之间，你看有的它都不通，这种现象我以前遇到过几次，表面上看不出来，其实它是虚接的，就是它的原因啊。这个火线的接头也得重新接，这样把这个零火线的接头重新接一下。这个有点矮啊，这还漏了。接完线头把灯装上，灯罩一扣完活，送上电，这样这个灯开关就正常了。好了，这电路就解决了。对于年轻的小电工，一没车，二没房，三没丈母娘，一定要勤快哦。不用，我们自己弄就行了。这个我们自己弄不用弄，这谢谢，这个我们自己弄就行了。行，这就完事了。没事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给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